企业里的 AI 已经能读数据库了，为什么还总把业务搞错？因为它拿到的是字段，不是业务地图和办事规则。一张订单表，人能看出是谁买了什么，AI 可能只看见几列字符，字段名一改，他又得重新猜。帕兰提尔做企业数据和运营软件，把这一层叫做本体，也就是业务地图加办事规则。接下来用4条原则，看他怎样让 AI 看懂业务，安全动手。先看这张业务地图上有什么：客户、订单、设备、维修单，这些叫对象；客户拥有订单、维修单对应设备，这些叫关系。地图画到这里，系统知道这是什么，但要让 AI 真正办事，还得继续写清楚，谁能发起动作，谁来批准，执行前检查什么，结果写回哪里。所以本体不只是整理数据，它还要回答第二个问题：这些东西能做什么？这里的 agent 指的是能调用企业系统执行任务的 AI， 它不只回答问题，还可能改状态、发通知、分任务。动作一旦落进系统，猜错就不是一句答案错了，而是业务真的被改了。第一条原则是先弄明白业务，再打开数据表。假设销售给你一份 CSV，也就是常见的表格文件，里面有订单号、客户姓名、邮箱和商品编号。最省事儿的做法是把一整行建成订单数据对象，英文标签写成 order data， 每一列都变成它的属性。查询能跑，但业务含义被压扁了，客户成了订单里的一段文字，产品也只剩一个编号。更合理的顺序是先问这里有哪些能独立存在的业务东西，于是同一行数据会拆成客户、订单和产品，客户拥有订单，订单包含产品，最后才把表格字段映射进去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业务含义和数据来源分开了，订单可以来自 ERP， 也就是管采购、库存和财务的系统，客户资料可以来自 CRM， 也就是管客户和销售的系统。底层换表、改字段，应用和 agent 仍然面对同一个客户和订单。第二条原则是同一个客户，别让3个部门给他发3张身份证，销售系统叫他销售客户，客服系统叫他客服客户，财务系统又叫他账单客户。3边都存姓名、邮箱和电话，客户换一次手机号，3个系统很可能留下3种答案。再往后，更新规则、联系动作和账单流程也会围着3套客户各自生长，这就是 DRY 原则。DRY 的意思是同一个事实不要重复维护。帕兰提尔还提到一个3次法则，一次可能是偶然，2次说明有模式，第3次又出现就该回头整理。如果3个部门说的确实是同一个人，就建立一个统一的客户对象，系统标签可以叫 customer， 姓名、联系方式和生命周期只维护一次，但别为了少见对象，把不同业务角色硬塞在一起。销售线索、客服联系人和账单联系人，有时生命周期就是不同，这时可以给他们一份共同的能力清单，约定都能提供姓名、邮箱和电话，各自再保留自己的字段。技术上，这份能力清单叫接口。统一客户对象是统一这个人是谁，接口统一的是这些角色能提供什么能力。第3条原则是核心对象别越住越挤。一个设备对象刚上线，可能只有序列号、型号和位置，后来认证团队要放证书，财务要算折旧，维修团队要存保养周期和故障等级。如果所有需求都塞进 equipment， 也就是设备对象，它很快会长出上百个属性，大部分设备用不到其中多数属性，改一个公共字段还可能影响一串应用。这种什么都管的对象常被叫做上帝对象，它看起来很全，实际是谁都不敢碰。更稳的做法是让核心设备只保留长期稳定、各场景都需要的身份和属性，证书单独建成设备证书，再连回设备，维修记录和折旧信息也放到各自的扩展里，变化没有消失，只是被放进边界清楚的位置，这样更容易判断影响范围，也更容易安排权限和负责人。第4条原则是少画家谱，多看对象会做什么。传统的继承就是按上下级家谱，让下级对象自动拿到上级的属性和规则。资产下面是实物资产，实物资产下面是建筑，体育馆再挂在建筑下面。层级少时，这种做法很好用，树一身，上层改一条规则，下面很多对象都可能被牵动。而且一个体育馆既是建筑，又可能是可预约资源，还是可巡检对象，它很难只塞进一条家谱。接口换了一个问法，不追问它祖上是谁，只约定它能做什么，给体育馆加上可预约和可巡检的能力。巡检流程只找所有可巡检对象，不必认识体育馆、仓库和车辆各自的完整家谱。以后新增一种设备，只要补上可巡检能力，原来的流程就还能用。这就是按能力组合。企业里的角色和场景经常变化时，它通常比很深的继承树更灵活。到这里，4条原则可以连起来了。先按业务认识对象，再统一同一件东西的身份，核心部分保持稳定，变化的能力放到边界清楚的扩展里。这些规矩为什么对 agent 特别重要？聊天机器人答错一句，人还能追问。agent 如果已经改系统、发通知、分任务，含糊的语义会直接变成操作风险。那动手前至少要过几道检查，眼前是什么对象，和谁有关，可以执行什么动作，谁有权限，结果要写回哪里。这些信息必须来自同一套业务规则，不能让模型临场猜。帕兰提尔里的 action type 可以理解成围绕一个完整业务意图设计的动作，比如分派员工，不只是改一个字段，它还可能更新任务状态，建立人员关系，检查角色权限，再发送通知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有 RAG， 也就是检索增强生成还不够，它擅长帮模型找到相关文字，
但不会凭空知道合同属于哪个客户，谁能批准变更，批准后该更新哪些系统。文字可以告诉 AI 可能要做什么，稳定的对象、关系、动作和权限，才告诉他现在能不能做，该怎么做，做完记在哪里。这才是从会回答走到能办事的关键一步。那企业落地时，是不是要先画出整家公司的完美模型？不用。另一种极端就是讨论半年，什么流程也没跑起来。更实际的起点是挑一条责任清楚、有真实动作，结果还能写回系统的流程。比如设备检修，先建设备故障、工单和工程师，再接上报修、派单和完工确认。流程真正跑起来，才会暴露哪些对象没分清，哪些关系不够用，哪些权限没写明。真实使用里发现的问题，比会议室里猜出来的完整模型更有价值。动手前可以先问3个问题：现在建的是业务对象，还是给数据表换了个名字？同一个客户、设备或合同有没有统一身份 ？Agent 执行动作时，权限校验、写回和审计能不能对上？数据接入只是给 AI 原料，本体把这些原料整理成业务对象、关系、动作和权限， AI 才知道眼前是什么，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这就是帕兰提尔4条本体设计原则真正解决的问题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、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